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 Ryan。今天是来到位于Mutiara的 H Automotive Proton Showroom， 来试驾这辆2022年又小款的 Proton Saga。在没有开始今天试驾之前我会先简单精简的介绍一下这辆车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当然，想要深入了解的观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到我之前做的 launch 影片那边去深入了解一下。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内容之前，就请麻烦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我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辆2022年又小款的 Proton Saga 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吧。Let's go。Proton Saga 作为我们马来西亚第一辆国产车，自1985年到2022年至今，只推出了3代。但是在这37年期间，还是有进行了无数次的小改款以及又小改款。到了2022年第3代的 Proton Saga 的又小款 ，Proton Malaysia 为了统一旗下所有车型的 logo， 在这一次2022年又小款的 Proton Saga 换上了圆形的 Thundercat logo。Grill 下面的镀铬饰条，在这一次小改款也换成了红色的饰条。在 Premium S 版本，它还加入了前面还有车侧的 Body Kit。而车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Side Mirror 也换成了 Piano Black Color。在 Premium S 版本，它还有电动收折的功能。在 Driver Side 的 Door Handle， 我们可以看到多了一个黑色的 button， 这个就是只有 Premium S 版本才有的 Keyless Entry Button。而至于 Premium S 版本，也换了全新设计的15寸的铝圈。这个 Dual Tone Color 15寸的铝圈的设计，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是回力标的感觉啊。侧尾部分，之前在 Proton 字形下面的饰板，还有 Bumper 下面的 Groove 饰条，也换成了 Piano Black Color。当然 ，Premium S 版本在尾盖也加入了电磁阀开关的功能。当然，除了前面的 Grill logo 之外 ，Steering Wheel 的 logo 也换成了圆形的 Thundercat logo。在这辆2022年又小款的 Proton Saga， 它的内饰也是有做了一些小改变，那就是加入了这些红色的饰条。可是这些红色饰条加入，让我感觉到这辆车子它的内饰设计有一种多余的感觉。因为 Saga 给我的印象就是一辆简单实用的车子，反而加入了这些红色饰条之后，就有一种画蛇添足，有一种多此一举的这种设计感。虽然讲它这个红色饰条，它是有做了一些雾音色的处理，让它看起来有一种金属质感在那边之外，可是 Proton Malaysia 如果你把这些红色饰条的前加入一些比较实用的配置，就好比如多一个 USB 充电孔，还是多一个 armrest 的话，这样子买家是不是可以为这辆车更加的买单呢？之前有看过 Proton Iris 或者是 Persona 试驾影片的朋友，应该清楚可以了解到，我对于 BLM FLS 那种Punch CVT 压箱是不太喜欢的，因为它会给我一种开始起步的时候会有一种很 lag 的感觉。所以对于这辆 Proton Saga 换上了这个 Hyundai 的 4AT 压箱，它的试驾体验是我第一次试驾的，因为平时我的工厂比较多还是 Punch CVT 压箱那一款 Saga，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试驾这辆 Hyundai 4AT 的 Proton Saga。刚刚我有和这辆车已经相处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把这辆车加下去，然后试一下它的加速体验然后它避震给我的一些什么感觉之类等等的。首先我们现在来提一下这辆车它的加速体验给我的感觉。这辆车它的引擎是搭载了一个 1.3 NA 自然吸气引擎，它的最大马力是只有98匹，最大扭力只有120牛米。对于这辆车它给我的驾驶体验来讲的话，它的加速感，如果是你平时是加一些比较大型的车子，可能是 2.0 或者是 1.8 这种 CC 车子的车主，你倒回来加这辆 1.3 NA 的车，你会觉得它给你的加速感真的是有点不足的感觉。它的整体的那种起步感觉，我个人觉得它就是有一种你要很用力的去踩油门踏板，你才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一种加速感。如果你是轻踩油门，大概是一个38%还是58%的话，它给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力不从心，不太想去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是从一个 1.0 engine 的车子的朋友转换成加这个 1.3 的 Saga 的话，我相信它给你的驾驶体验来讲，应该是蛮不错的。你可能还会觉得它比起你之前的车子还更加的有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它在加速上面的一个反差。然后讲到这个 4AT 压箱，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 Saga 换上这个 Hyundai 的 4AT 压箱过后，他这个决定做对了。怎样讲？因为它不会有之前那个pan CVT 压箱那种 lag 的感觉。当然，这个是在那种 FLX17那种 lag 的感觉啊，像是 Iris 跟 Persona 最新小改款，它换了全新 tuning 的这个pan CVT 过后，我个人觉得就也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反而我讲的是以前它给我的印象。当然，你起步的时候，你还是必须去深踩它的油门。对，像是现在红绿灯我起步。OK， 可以看到我必须拉到差不多4000转，它才会有要去。当然，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它给你有很强劲的动力啊，毕竟它只是一个 1.3 NA 的车子。对于这辆 Saga 它的避震来讲，我个人觉得其实它整个的底盘调教，然后它的避震的滤震感来讲是蛮不错的。对于你在过一些黄色减速带啊，还是 hum 的时候，它的减震感，我个人觉得是蛮舒服的那种配置。它不会让你太多的那种路感的感觉。反正这是辆车就是为了出行而目的，不需要任何的路感。可是它的方向性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它的 steering 的虚位就有一点多。我现在在一条直路上面，我这样子摆，那个车子根本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摆动感。再摆，整个的感觉就是很空旷。然后现在我要切换道，我必须要拉很大的一个幅度，我才可以去切到做到我的换道的那种动作。这一点的话，只是体现在讲 Proton Saga， 像是 Iris 还是 Persona 的话，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就可能会比起这辆 Saga 来的好。毕竟这辆是一辆44千的车子嘛 ，X segment 车子真的没有办法要求它太多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太理想的地方，就是它的刹车踏板。它的刹车踏板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低。对于一辆新车来讲的话，它的刹车踏板我必须要踩到一个蛮深的状态，我才觉得有那个刹车的反馈传到我的脚上。如果对比起你之前有加一些像是Toyota还是 Honda 车子的话，可能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适应这个刹车踏板的一个高度。像是我现在，我必须踩到整个到底了，我才会有那种刹车的感觉。所以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就必须要去，可能在下一次大改款有机会大改款的时候，真的是要去进步的地方，因为整个的刹车感觉有点虚啊。在之前 Proton Iris 和 Persona 的试驾影片，我有提到。Iris 和 Persona 缺少了进阶式安全配置来和马来西亚的一些车子来进行对抗。可是到了这辆 Proton Saga， 我不想说它要这些进阶式安全配置，因为这辆车它就是一辆很简单的车子，它的目的就是让你简单方便解决你出行的问题。反而多了这些进阶式安全配置，又要去拉高它的价钱的话，真的是不太好的操作。因为这辆车子就是要解决一些可能刚出社会年轻人，他们的可能收入不高，可是又要买车子，或者是一些收入比较中低的家庭，要一辆车子来出行的一个目的。所以多了这些进阶式安全配置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操作。因为这辆车子它的定义就只有一个：简单、便宜、容易使用。反而多了这些进阶式安全配置的话，价钱要拉高。真的，我个人觉得就不像是它的定位，因为在马来西亚，你可以以40多千买到一辆比较 OK 的车子的话，真的是没有其他了，就只有 Proton Saga。想看一下，它又有全幅式的音响主机，然后它的整体的驾驶感，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不错的一辆低端车型。再来，它整体来讲，它的乘坐感，我个人觉得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对于这辆车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嫌。虽然讲它的价位真的是比起以前来讲的话，真的是提高了不少。像是你以前在
多年的时候，你可以买到一辆20多千，你可以买到一辆不错的 Saga 2。可是到了现在2022年，你必须花44千才可以买到一辆不是44千，43,400才可以买到一辆 Proton Saga 最高配版本。当然讲回来，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也在上升，然后我们的马币的钱也就是这样子罢了。东西是一直起价的，你以前可能吃一片 Roti Prata 是6毛钱，现在可能一片 Roti Prata 要1块2了。你想一下，已经是起了整100%了，所以车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要求它有多便宜。当然，我们要讲回来，这辆车还真的是在马来西亚里面最便宜，让你可以拥有的一辆车子。好，今天这个 Proton Saga 2022年又小改款的试驾视频就到这里了。对于 Proton 这款有兴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来到 Mudarini 的 HG Automotive 来试驾来了解。他们的 SAAC 联系方式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你们可以在下面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当然，对于这个视频你们觉得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订阅频道还可以启动小铃铛。在这边呢，也谢谢你们支持。好，我们下个星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